受邀参加探险综艺，所有人都骂我立玄学人设，想红想疯了，让我离他们姐姐远一点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是天生的阴阳眼，而他们的姐姐根本不是人。悬疑小说千千万，3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。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原定的嘉宾临时放鸽子，节目组这才将我拉了过来。节目是全程直播，所以我一到达录制现场就被骂上热搜。这人是谁？居然让这么多人等他半个小时，也太能装了吧！这到底是谁的干女儿？这么不要脸，抢别人资源，滚出去吧！没人想看你。人狐戏倒是不少，这身行头，还以为自己是道士呢。我低头看了一眼玄青色的道袍，原来节目组的用意在这呢。探险综艺加上道士人设，节目亮点这不就来了？行吧，谁让我收了人家钱呢？我礼貌地和几位嘉宾握手打招呼。第一个就是当红小白花温雨，他上下打量我一番，却迟迟没有伸手。你是个道士？我点点头。他却嗤笑出声，用手指挡住娇艳的红唇。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设都有人立啊，真是想红想疯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。我皱着眉，沉静地看着温雨，她浓重的香水味下面掩盖着一股死气。人死的时间越长，死气越重，她香水味太重，我竟然一时分辨不出来她的死亡时间。有意思。温雨被我盯得不自在，微微侧开身子，避开我的视线。弹幕里也炸开了锅，她那是什么眼神看我姐姐呢？啊，人狐倒是爱蹭，离我姐姐远点。温姐好真实啊，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。直播间的人气大涨，我也被越骂越惨。不过我无所谓，我只在乎这个温雨是怎么回事。按理说人死了，尸体便会慢慢腐烂，而这温雨不光没有腐烂，看上去还容光焕发，难不成是活死人？师傅说过，活死人出，方圆百里不留活口。我叫叶糖糖，天生的阴阳眼。自从妈妈的魂魄消散后，我上山做了道士。师傅说我想和妈妈再续前缘，需积累阴德。于是多年后，我再次下山，帮那些鬼魂完成心愿，祝他们早日投胎。这次来的是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，叫李月月。他空洞的肚子外挂着凌乱翻飞的粉色条子，看上去死前是被人掏空了内脏。司灯光猛地变暗，一张惨白的脸颊在眼前放大，那双黑漆漆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姐姐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阴冷的空气扑在脸上，我忍不住翻了白眼，伸手盖在他的脸上，将他推远。有话好好说，怪瘆人的。在月月的自诉下，我大概了解到，他生前是偷偷跑进城里，想给妈妈买身体乳，可手里的钱不够。有个好心的大叔告诉他，有个地方的身体乳很便宜，可以带他去买。单纯善良的孩子碰到了人心险恶的人贩子，不光被掏空内脏，还丢了性命。不得不说，有时候人心比鬼还可怕。买完身体乳，我坐在路边吸螺蛳粉，眼看酸笋就要进嘴，一只邪恶的小手拉住了我的手腕。美女，你这倒是扮演的挺像啊，有没有兴趣用这装扮跟我们参加一场探险综艺？我站起身，将身上的道袍抚平。有没有可能我真的是个道士？哎呀，无所谓啦，只要你去。酬劳丰厚说着，他在我面前打下一串数字。我发誓，我就是因为录制的地方正好是我想去的地方。绝不是因为钱。听说这山村是当地有名的鬼村，多年前一夜之间死了好多村民，大家害怕就搬离了村子。这2年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有人过来居住了。我看着黑雾缭绕的山村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如果是我自己进去还好，这么多人，我可保证不了他们都能活着出来，更何况还有温雨，我可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如果真的是活死人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现在既需要配合节目组完成拍摄，又要调查温雨的真实情况，我可太难了。好说歹说，导演才同意趁着白天阴气不重的时候将隐藏摄像头安插好。导演组和摄像的人全部留在村外，进村的只有影帝于荣观、童星许顾、温雨和我。于荣观肉眼一看就是常年健身的人，胸肌和肱二头肌都快撑破衣服了。许顾是个20出头的男孩，见我忧心忡忡的样子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姐姐，放心吧，有事你就躲我身后，我可以保护你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松下一口气。他人还怪好的哩，起码应该不会拖我的后腿了。我掏出一根红绳和一张符箓递给他，这红绳是染了黑狗血的，能挡去一些邪祟。谢谢姐姐。许顾笑着接过红绳，丢进口袋里。我又拿出2根，分别递给于荣观和温雨。温雨睫毛低垂，扫了我一眼，冷哼着走开。于荣观则是轻笑一声，撸起衣服，露出发达的肱二头肌。信这个还不如相信哥，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。此时网友们已经在疯狂地发弹幕，拿根破绳子和我温姐套近乎，还好我姐明智躲开了，哈哈哈。我家影帝是什么人间清醒，1秒识别绿茶，许顾快跟与影帝学学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道士呢，装的还挺像，一会可别吓尿了。我无所谓的将东西收回来，不知者无畏嘛，到时候谁死谁知道。夜色渐渐暗下来，导演宣布节目录制正式开始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找到节目组藏在村子里的8根小金条，同时逃离宁安村。刚踏入村子，一阵凉风吹过，不远处陈旧的窗户咚的一声被吹开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许顾搓了搓胳膊，这村里村外怎么是2个温度？我看了一眼四周，浓郁的鬼气萦绕在我们身边。我清楚地看到阴暗角落里，一双双阴沉的眼睛正盯着我们看。嚯，不冷就怪了。我有感而发，于荣观本就看不上我一个新人，再加上被吓了一跳，心里不爽，蹙着眉开口对我：“叶糖糖，你阴阳怪气的干什么？你要是害怕就躲后边去。”嗨，谁还不是个信奉科学的社会主义接班人？能理解。我转头走到他们身后，顺便一巴掌拍走贴在许顾后背上的女鬼。此刻的直播间，各家粉丝又一次默契的集体骂起我来。叶糖糖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不冷就怪了？阴阳怪气的干嘛呢？我家影帝也太酷了，
肉眼识别绿茶，说对就对，绝不含糊。我预测下一个热搜，于荣官真性情怒对绿茶女。他在我儿子身后比比划划干嘛呢？别碰我儿子！就在这时，村庄里响起一阵呜咽声，接着远处飘来一个红衣女子，她黑色的长发挡住半边脸，皮肤苍白，眼角两行血泪，鲜红的唇微微勾起。欢迎来到宁安村，节阴森森的女音配上清凉的阴风，几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向彼此靠拢了些。我淡定地扫了一眼红衣女鬼，身上没有鬼气，反而有好几道钢丝吊着。温雨低着头向于荣官身后躲了躲，但神色却丝毫不慌。许姑到底是年轻，胆子大些，伸手扯了扯红衣女子身后的钢丝。别说，节目组整的还挺像，我都差点被骗到了。红衣女子递上一张纸，这是地图，上面有你们要探险的房子和逃生的路线，祝大家一切顺利。弹幕里，哇，我儿子胆子好大，我都吓死了。原来是 NPC 啊！我就说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？没有人发现。叶糖糖表现的也很淡定吗？我们按照地图找到第一个需要探索的房子，屋子里灯光昏暗，桌子和椅子都七扭八歪，地上是大滩的血迹和趴着的假人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墙角那团浓郁的黑气，见我不动，温雨挑衅般的冲我挑挑眉，怎么这就害怕了？多刺激呀！刺激！我看着那团黑气慢慢化成一个满脸是血的恶鬼，他呲着牙盯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，这又何止是刺激呀，简直就是刺死！我握紧拳，踏进屋内，房门啪的一声自动关上了。叶糖糖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于荣官拍着胸口，恶狠狠地瞪我一眼。我懒得理他，只冷眼看着他背上的小鬼张开血盆大口咬在他的肩膀。于荣官抬手揉了揉肩膀，估计纳闷是不是受风了。温雨突然捂着眼睛蹲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，带着隐忍的哭腔。那照片里的人在动。许顾走上前扶起温雨，耐心地在一旁劝解。温姐，肯定是光线太暗，你眼花了，照片上的人怎么可能会动？我抬眸向温雨说的那张照片看去，那是一张全家福，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。那个女人却突然歪了歪头，眼睛从眼眶里掉落出来。她呲着牙，露出泛着猩红的牙齿。我发现她好像只有吓唬人这一招。见我神色不变地看着她，她觉得无趣，又把眼睛按回去，变回照片里原本的模样。而角落里那个男鬼也并没有行动，估计只是想吓唬我们，让我们快点离开。只要不激怒他们，就不会有事。反倒是温雨，他一个活死人会怕鬼？这是猪鼻子插大葱，跟我装像呢？还是说另有隐情？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有趣了，但现在不是跟温雨算账的时候，还是要赶快离开的好。我在落满灰尘的桌子下面掏出一根小金条。行了，咱们快去下一个房间吧。等会儿，这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许顾说着便要去摘相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焦急地喊住他，别碰那东西。许顾的手停在半空，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，却也没再有下一步动作。于荣冠白了我一眼，三两步上前摘下相框，在手里前后转了几圈。切，没事啊。叶糖糖，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为了增加镜头吗？于荣冠说着，伸手想将相框挂回去，许顾一转身刚好撞在他胳膊上，相框脱手砸在地面上，玻璃应声而碎，浓郁的黑气从裂痕中散出。角落里的黑影飘到于荣冠的身后，露出森然大口。我一把将于荣冠拉到身后，随手将符箓塞进男鬼嘴中。叶糖糖，你干嘛拉我？你于荣冠的话在看到金光闪过后戛然而止。他知道就算是节目特效也不可能出现在这。随着最后一声咒语落下，屋内响起一声凄厉的嘶吼声，却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我顾不上太多，又甩出几张符箓，屋内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没一会，屋内安静了，一家三口手拉着手与我挥手告别，同时门也轻轻地打开，所有人疯了一样跑出门外。弹幕里也跟着紧张起来，这什么情况？感觉不像是演的呀！妈妈救命，这也太吓人了，到底是不是演的呀？刚才叶糖糖是在干嘛？在施法吗？他不会真的有点本事吧？楼上的，开什么玩笑，肯定是剧本啊！为了给他立玄学人设，导演组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作为当事人的于荣官，此时已经双腿发软，跌坐在地上，声音发颤，要不，咱们还是先回去。此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，我抬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，明明距离村口只有10几米，现在却根本看不到尽头，哪里还有回去的路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。我轻咳了声，准备缓解一下气氛，没等开口，温雨先出了声音：节目刚开始，哪有回去的道理？这不过都是节目组设计好的，就是为了吓唬我们。要不咱们分成2组，快点完成任务，就能早点出去了。许顾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于荣官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暗自给自己洗脑，告诉自己都是节目组的恶作剧，却还是小步移到我身边，扯了扯我的袖子，一脸谄媚：彤姐，我和你一组。我倒是无所谓跟谁一组，但我很好奇温雨会选择和谁一起。我本来以为温雨会出言拒绝，却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并带着许顾迅速离开。好在许顾身上有我的符箓，一时半会不会出什么意外。于荣官在我身后半弓着腰，几乎快要贴在我身上。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我停在一个房子面前，屋檐下挂着一盏红灯笼。于影帝，这灯笼我们看见第几次了？啊，没注意啊。我瞪他一眼，真是没用，白练了一身肌肉，可惜没练到脑子。又走了一段时间，我又看到了那盏灯笼，这回于荣官不淡定了，哆嗦着手指着灯笼大喊：这次我能确定第2次了。我揉了揉震得嗡嗡响的耳朵，强调他是第4次。我们这是遇到鬼打墙了，看来是有人想困住我。于荣官不顾形象地抱紧我的胳膊，那怎么办？去看看。我淡定地迈着步子，半拖半就着拉着于荣官，推开沉重的大门。突然胳膊上的重量一轻，我下意识回过头去看，身旁已经没了于荣官的身影，只有无尽的黑暗。就算于荣官不敢靠近这诡异的房子，相对于面对外面未知的危险，我相信他更愿意跟着我，所以极有可能他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于荣官，我喊了声，
却没人回答。我伸手在身后摸了下，果然，这沉重的木门即是一道结界，隔开了我和鱼荣冠之间的一切，包括彼此的声音。吱嘎，不远处的房门无风自开，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。我握紧手中的五雷令牌，犹豫了片刻。既然这东西是想我一个人进去，我要是强行将鱼荣冠弄过来，或许看到的就不是原本他想让我看到的了。我只能先丢下鱼荣冠，抬腿走了进去。砰！房门自动合上，屋内的灯光骤然大亮，宛如白昼。破旧的木桌前坐着一个40-50岁的中年男人，他油腻的头发贴在额头上，手里拿着木棍，浑身散发着怒气。而他的脚边跪着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，她身上的衣服破败不堪，漏洞的地方甚至渗出血来。明明已经站立不止，却不敢起身，牙齿咬着唇，一抬眸，脸上满是泪痕。爸爸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做菜不会再多放盐了，求你别打了。女孩声声哀求着，可男人并没有半分动容，反而落下的木棍更加用力。让你哭，没有用的赔钱货，要不是为了生你，你妈怎么会死？我花了那么多钱，就换来你个赔钱货，做个菜都做不好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屋子里充斥着女孩凄厉的哭喊声，我的心也跟着揪起来。眼看着女孩倒在地上，意识逐渐涣散，男人端来一盆凉水，兜头倒下。女孩一个机灵，睁开双眼，但男人显然并没有想放过她，拎着她的领子丢在床上。赔钱货，死你也得给我赚钱。说着，男人转身走了出去。没一会，进来一个瘸腿的男人，他肮脏的手伸向女孩，可女孩已经没有力气反抗。他在一次次的蹂躏中流下憎恨的泪水，永远的闭上双眼。事后，瘸腿的男人丢下50块钱，拎着裤子走了。再后来，女孩化身厉鬼，杀了父亲，但那个瘸腿的男人逃走了。灯光变暗，眼前的画面消失，只留下空荡荡的房间和那张破旧的木桌。我长叹一口气，真是畜生啊！屋内的空气变得阴冷起来，一个女孩缓缓从黑暗角落里走出来，她惨白的脸颊上还挂着淤青和血痕。所以，姐姐能不要阻碍我们吗？我心里感慨万分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他们之间的仇怨，我不该插手，也不想插手。我将令牌收进口袋，准备离开。转身之际，我突然觉得不对，他们还有谁？我猛然转过头，却看到女孩没来得及收回去的唇角。呵，我真是差点相信了她的鬼话。看着她身上的伤，这段经历应该不是假的，那就说明她还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我掏出一张符箓在手上摆弄起来，还有什么事没交代？你是自己说，还是我打到你说？听到这话，女孩原本清澈的眸子变得漆黑，四周阴风呼啸，夹杂着女孩尖利的笑声。我就说你不会那么轻易相信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先解决了你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活动活动筋骨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甩出一张镇鬼符，接着双手掐诀，一根细细的雷光在我指尖窜出，劈在女孩的魂魄上，感觉空气都回温了几分。我没敢用10乘10的力，怕她魂飞魄散，但也足够把她打服了。女孩哭丧着脸跌坐在地上，声音哽咽，呜呜。我说还不行吗？我指尖捏着雷光，似有一股在骗我，我就让你魂飞魄散的架势。但其实我就是吓唬她。我怎么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？女孩瑟缩了下，扯着嗓子喊，是百人窟。我怔愣了2秒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你听的没错，就是百人窟。我手一抖，五雷令牌滑落到地上。百人窟是用100个无辜之人的灵魂做法，可换回1人性命。而这100人因为枉死，身上的怨念极重，将会化成活死人。到时候需要更多的人命才能化解，这将会是一场止不住的杀戮。我匆匆用葫芦收了女孩，然后转身就跑。因为结界，网友们只能看到我进门的时候丢下了鱼龙冠，屋子里发生的事都看不到。直播间内，我再一次被群起讨伐，这新人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明目张胆的丢下我们影帝自己逃跑，一进去就关门，生怕与影帝跟进去，也太恶心了吧！气死我了！可怜我家哥哥怎么跟这样的人一组了？跪求节目组赶走叶糖糖。而此时的鱼荣冠正跪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：不要来找我，你们走开！看到我出来，鱼荣冠一把抱住我的腿，叶糖糖，你快把他们都赶走，我给你钱，给你很多很多钱。我扫了眼四周，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。他这是邪气入体，出现幻觉了啊！你走开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你自己拉着我的车门不放手，我才将你拖行那么远的，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。一时间，我和直播间的网友都沉默了，只是一瞬，弹幕便疯狂弹出。他肇事逃逸，拖行受害者几十米的事是真的？不会吧？看他的样子，不像是演出来的呀，人渣呀！这种人怎么有脸上节目的？导演组见于荣冠疯疯癫癫的样子，觉得大事不妙，想强制关闭直播，却发现怎么也关不掉。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他浪费时间，毕竟百人哭的是更棘手。我伸手咬破中指，点在于荣冠的额间。于荣冠立马清醒过来，呆愣在原地，可能在想刚刚自己失态的模样吧。我双手结印，徒手画出一道泛着金光的圈，穿过于荣冠的身体，落在地面。你的事等结束了自然有人来管，只要你不出这圈，3个小时内就不会出事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跳上房顶，飞奔起来。弹幕里这是特效吗？有点帅是怎么回事？楼上的把有点2个字去掉，那是相当帅了。谁来用科学给我解释一下，他是怎么不靠 VR 跳上房顶的？感觉这新人真的有点东西，要黑转粉了。许顾和温雨的画面呢？导演，我要看我儿子。原来在我们分成2组后，温雨和许顾的画面就没了，没人知道许顾现在的情况如何。跑了没几分钟，我就看到后山里隐隐泛出红色煞气。糟了，这祭坛开启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顺着有煞气的方向一路狂奔，面前的红色雾气越来越重。隐隐的我看到温雨正坐在一个巨大的深坑面前，冷眼看着坑里交叠在一起的尸体。看到沉默的站在一旁的许顾，我松下一口气，还好他没事。此时我离他们还有段距离，若是许顾将口袋里的符箓丢进去，或许还有机会破坏掉，但如果他已经用了，那就只能硬闯试试看了。
许顾，把我给你的符箓丢进去。我一边跑一边冲许顾大喊。许顾掏出符箓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神色中带着嘲讽，心里顿觉不妙。下一秒，我亲眼看着他将符箓撕了个粉碎。我恨啊，怎么就没早点发现他和温雨是一伙的呢？温雨看着我，明明笑得温柔，却让人脊背发凉。小道士，没想到你还真逃出来了，看来我是小看了你。不过你还是来晚了。我一手画符，一手持剑，符出剑刺，却齐齐被挡了回来。又是结界，真是没完了。我又掏出符箓，双手结印，可结界依旧未破。见状，温雨仰天大笑，别费力气了，这结界不是你这个道行能打破的。他又回身指了指坑里的尸体，神情癫狂。他们都是恶魔，是人渣，死有余辜，用他们的命换我儿子，是他们的荣幸。我震惊地看着他。那外面那些导演组的人呢？他们也死有余辜吗？温雨的身子一僵，我知道，我猜对了，这村里的人根本不够100人，所以他才会利用拍摄综艺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加上导演组和鱼荣官刚好100人，所以在我之前的那个嘉宾才会临时缺席。这一切都是温雨搞的鬼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节目组找到了我成了他计划里的变数。所以在第一间屋子时，许顾故意撞坏了相框，为的就是试探我是不是真的道士。我看着温雨的面相，掐指算算，按理说温雨和宁安村的人本不该有瓜葛，除非他不是温雨。我从随身的背包里掏出一个用粗布剪成的小像，那是在月月的尸体上找到的，上面的画像是他自己。果然，温雨的眼睛逐渐变得血红，神色也狰狞起来。月月，我的月月，你把它还给我！温雨嘶吼着向我扑过来，结界也开始变淡。我再次咬破中指，迅速画符，急急如律令，破！结界破了个粉碎。我退后2步，将所有力量集结在掌心，一掌拍在温雨的额头，神魂离体，温雨的身体缓缓倒下。飘在半空的是许然，是月月的妈妈，也是许顾的姐姐。许然本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其乐融融。高中毕业那年，许然好心去扶一个摔倒的老奶奶，却被迷晕，拐到了宁安村。山村穷苦，却没有朴实的民风，思想反而更加陈旧。他们重男轻女，甚至于男尊女卑。本土的女人在这里都是动辄被打骂，更何况是拐来的。她逃跑过，求助过，报警过，最后都被现实无情的打压。那些村民们家里多多少少都有拐来的、骗来的、买来的人，有女人，有孩子，所以他们都习惯了互相帮衬着。他们欺骗许然，羞辱他，甚至在他一次次逃跑的时候帮着毒打他。许然怀过2胎都被打没了，好不容易生下了月月，还是个男孩。他以为终于能够放过他了，他跪在地上祈求他们，可换来的又是一顿毒打。本就刚生完孩子，又被打了一顿，许然的身体更加虚弱，绝望和无助充斥着他的每一根神经。就在他踉跄着起身，准备撞死自己的时候，孩子哭了。许然忽然感觉看到了希望，如果他能好好培养这个孩子，等他考上大学，自己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这样，许然开始听话的干活，任劳任怨的伺候着一家老小。他教育他什么叫男女平等，什么叫尊重。在许然的熏陶下，月月从小就很有礼貌，不会跟着同村的男孩去欺负小女孩，也会在许然被打的时候站出来保护他。因为常年的劳作，许然的双手除了冻疮还有很多裂口，经常又疼又痒，月月都看在眼里。月月7岁那年，看到村长从外面买了个东西给媳妇擦，村长媳妇擦完那东西，双手水润了不少。月月多方打探下，知道那叫身体乳，只有城里才卖。那天夜里，月月偷了奶奶的钱，走了很远的路，脚都磨破了，可还是没能把身体乳送给妈妈。他到死都攥着那笔钱。而许然因为月月的失踪，彻底变得疯魔。他不顾一切地抄起菜刀去砍那个买了自己的男人，可他哪里是对手，身上被砍了好几刀后，又活活被打死。一个本该受尽宠爱的花季少女，就那么死在了这个肮脏的土地上。极大的怨气令许然幻化成厉鬼，头七那天杀了半个村子的人，其他人逃的逃，伤的伤。许然飘回自己的家，看着为了寻找女儿变得苍老的父母，许然多想抱抱他们，可就连拥抱都变成了奢侈。他离开的时候，看到了因为抑郁症在家里自杀的温雨，一闪而过的念头促使他在温雨死后代替温雨活了下来。他要拥抱自己的父母，告诉他们许然还活着。他要让另一半的村民得到相应的惩罚。他要用他们的命换月月的命。和许顾相认后，他们放出消息说这个村子将被开发征用，原有住户能分到钱。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些村民为了钱冒死搬了回来，到底也是个可怜人。我叹出口气，从包里取出身体乳。月月已经被我送去投胎了，这是他留给你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不如积点德，争取下一世再遇到他。许然流下2行血泪，无声的哽咽使他的魂魄剧烈颤抖，双手捧起身体乳的瓶子，就捧起来了。我抬头望了一眼夜空，心里大惊。夜半子时阴气最重，加上这里的煞气，鬼体都变实了。不远处的深坑里伸出一只手来，一把抓住了许顾的脚。这村子里的人身上的孽障太重，在阵法的加持下，现在已经变成活死人了。许顾把红绳套他手上，听到我的喊声，许顾半分也没犹豫，抛绳套上，一气呵成。那手抽搐着，最后收了回去，但另一边又探出一颗头来，真是麻烦。我一拳抱了他的头，深坑里的活死人接二连三地向外爬，我这一拳一拳打过去，根本来不及。我将身上的符箓全部团在一起，燃起后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让这些活死人出去，死的会是千千万万的人。我若放火，也会烧死这山上的万千生灵。我闭着眼，深呼吸，罢了，左右这笔孽障要有人背，大不了我就少活几年，多帮几个无辜的鬼魂。我将火团丢了下去，空气中立马传出一股烧焦味，火苗越燃越大，爬出来的活死人也越来越多。要趁火势蔓延到树林里时，解决这些家伙才行。我放出葫芦里的女鬼，要想投个好胎，就帮忙减轻你们身上的罪孽。或许是许然明白，就算月月已经去投胎了，就算百人哭城，也换不回月月。
也或许是他的良知唤醒，不愿看着无辜之人枉死，竟然真的跑来帮忙。而许顾正在被一个屁股上带着火苗的活死人追得到处跑。叶堂堂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把身边的活死人踹进火坑里后，我索性靠在一旁的树干上休息，真累呀。我承认，我确实道行有限，你行，你自己上吧。许顾哭咧咧地向我奔来，呜呜，我错了，姐姐、妈妈、奶奶、祖宗，救命啊！突然灵光一闪，我转头就跑。许顾哭得更大声了，追在我身后喊祖宗。我在包里翻出一根粗麻绳，一端丢给许顾，拉直了往火坑那跑。折腾好几个小时，才终于把这些活死人都丢了进去。我仰面躺在地上喘气，缓了2分钟，我抓着他的中指咬了一口，在空中画符。雷来雨来。许顾举着流血的手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就不能用符纸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就是看你不顺眼。随着第一声雷响起，冰冷的雨水拍在我脸上，周围的温度都清凉了不少。大火扑灭后，我摆上祭坛，送森林里所有的亡灵往生。最后一句咒语落下，天空泛起鱼白度。许然笑着跟我挥手，好像在说给我留了礼物。许顾在一旁哭得像个傻子，我没有力气再去管他，闭上了沉重的眼皮。再睁开眼，鼻腔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，耳边是一阵刺耳的尖叫声，我只来得及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跑了出去。啊，醒啦，醒啦！看得我一头雾水，这是闹哪样？我有这么吓人吗？正准备起身照照镜子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声音可不止几个，难不成那些活死人又来了？我握紧拳头，听着声音越来越近。砰！病房门被撞开，乌拉拉涌进来一帮人。我大致扫了一眼，哦，都是活的。叶祖宗，能不能给我签个名？这回我更懵了，稀里糊涂地点个头，结果一窝蜂的笔和纸送到我面前，都抢着让我签名，还有拿着手机合影的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许然说的礼物就是这个。原本导演组安置的摄像设备只在村里，但许然想让那些罪恶公布于众，于是他将摄像的设备移了一部分到山里。我那天徒手抱头，用剑杀鬼的样子，全都直播到了网上，收获了大批网友的青睐。说起叶祖宗这个名号，我还要多谢了许顾。我睡过去之后，村子外的结界也破了，警察冲进来带走了于荣光和许顾，两人都被判了刑，接受各自该有的惩罚。那巨坑也被填上了，变成了一个实打实的活死人墓。有经纪公司找到我，想趁热打铁将我签约出道，条件开的我都觉得不同意是我自己不识相，但我的初心是积德行善，匡扶正义，能够和妈妈再续前缘，所以我还是拒绝了他。连续几天，某博热搜上全都是关于我的词条，井号叶堂堂，井号叶祖宗，井号今天谁没拜叶堂堂井号，但唯独有一条刺痛我的眼睛，井号叶堂堂爸爸杀人犯，井号我默默关上网页。上一次见到那个人是我刚下山那会，他因为常年做噩梦，精气神已经大不如前，看样子已经没有多少寿命了。他求我让我帮他睡个好觉，我笑了，凭什么？那些噩梦将会跟着他，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我闭着眼平复下心情，又拿起手机录了一段视频。我叫叶堂堂，是个道士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。关于我爸爸，他的确是个杀人犯，现在正在接受相应的惩罚。关于他的事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。其次，那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节目组的安排，大家要相信科学哦。还有，我不会出道，但大家有碰到奇怪的事可以来找我。最后，大家要记得保护森林，人人有责，不要在森林里放火哟。视频一经发出，就获得大量的转发与评论，私信更是直接99加。我鬼使神差的点开了一条私信，结果下一秒我就丢下手机冲了出去，手机屏幕上是一行猩红的血字：大师救命！